我也不瞒着你了。其实玄医课除了天赋神力之外，伤口也可以自愈。你不信的话，可以拆开纱布看一看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算算总账吧。你多次言语轻薄于我，该当何罪？我那是为了救你，也是为了自救。但要说情不自禁的话，也是有的。那方才呢？明明伤都已经好了，还让本将军为你喝药。自打我到府中，显见你这么温柔，所以就得寸进尺了些。本来还想多享受几日，但实在不忍见你被我日夜操劳。那天你穿舞姬那套衣服，还挺好看，什么时候能穿给我看看？还敢胡说！说。到底怎么样？这种头晕目眩的症状多久了？有一段时间了，之前一直没放在心上。你这是忧思积郁，加上气血两亏，再这么下去的话会出大问题的，必须要好好调养一番。哪有那么严重了？休息一下就好了。你总是这样，手下将士有个头疼脑热，你比谁都着急，轮到自己就百般推脱。这一次是昏睡了一天，有惊无险，那下次呢？禀将军，京中传信。都什么时候了，看什么信啊？不许看，休息。京中来函，必有要事，你不要胡闹。不许看，给我陆星，不要闹。快点。父亲来信说，陛下赦免了离家之罪啊！父亲官复原职了，太好了！翠园，你去趟长风军，把这个消息告诉秦岚、罗腾他们。是。那这下天下太平，皆大欢喜了，你终于可以松口气了。哎，那不如趁这个机会，好好休养一下。等你精神好了，我们一起去一趟苍山。我知道那儿出产一味独有的药材——龙血草，补血益气是最好的，刚好给你补身体。苍山，苍山离鹿城有百里之遥，我是将军，怎么能擅离职守呢？正因为你是将军，所以才要保重。姚国已经退兵了，短期内不会再起干戈，你就放心吧。但是我营中还有很多要事要做，那些事情自有秦岚、罗腾他们处理，
你的当务之急是把身子养好。如果你的身体垮了，谁来领兵打仗啊？再说了，你不是刚答应我，要好好对待自己吗？怎么，转脸就想反悔啊？你怎么不吃？你吃，吃。好吃。再吃一个。你吃。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。蝙蝠公子之传。我来。早就想送给你了，但一直没有时间。反正要在这儿多住几天，看看书也能打发时间。这个怎么跟我平时看的不一样？这上面这花都细致很多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原本蝙蝠公子的结局太悲惨了，于是我就自己写了一本。虽说故事不如原版跌宕起伏，但好歹人人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。你看了，也不至于那么难过。我跟你说，这世间万事，它岂能事事如意？已经注定的事情，就不要强求。但我相信，事在人为，只要有心，就一定能改变结局。啊，谢谢你啊。跟我就不用这么客气了。不是为了蝙蝠公子，我要谢谢你的事情呢，很多，就是没有你，这流程的万千全面，真的有坚持。只是有一事，悬一刻的事情，怕是瞒不住了。不过你不要怕，我虽然依旧如实上告，但是并没有透露你的真实身份。我知道。树大招风嘛，你在保全我。只是这样，你的军功俸禄就全没了，这对你来说太不公平了。如此说来，我还真的是很吃亏啊。但是没关系，包在我身上，你就去想，除了加官进爵，其他的我全都给你。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一直留在你身边。跟你说，已经实现的事情呢，这算不上是心愿，你再想一个。如果一定要许愿，我
我希望沙场上战无不胜的你，下了沙场之后，能像个寻常女子一样，会怕，会饿，会冷，需要他人来温暖你，需要他人的保护。将军，爽儿，爽儿，你叫我喝酒吗？喝酒，走，喝酒去，走。药好了，我尝过了，一点儿也不苦，真的。金山大哥，好汉哥，哎，等一下，有事找你，有事找你，来，有事找我，咱俩聊聊。坐，好酒好菜。鸿门宴啊。你最近跟将军挺好的啊？还行。教教我们。教你什么？我最近相中一个姑娘。哎，但我记得陆心已经心有所属了呀。不是陆心，你不会也喜欢？你先说。巧儿，好眼光。我以为，你喜欢巧儿啊？对啊，多好的姑娘啊！我第一次见她，徒手担起了马车，力气比我还大，饭吃的比我多了，被她迷住。虽然吧，确实脾气是大了点，动不动对我拳打脚踢的，但是她真的很好，很善良，我很喜欢。冒犯了。哎呀，好魄力啊，欧阳兄，你这个忙，我帮了。你有办法？好腿力！你干嘛呢？有雨，有草，有花，还有羊，惬意。姑娘有所不知，最近我爱上了读书。你有病吧你？找我有事儿？没事，姑娘练功重要，练。开关，在河里窜，窈窕淑女，君子。这都念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啊！这是我送给姑娘的诗，好听吗？诗？对。
那你说说，这诗写的都啥意思啊？啥意思？啥意思？意思就是我请你去河边散步，顺便吃个饭。吃什么饭？君子炖肉啊，刚不是说了吗？再加一壶酒，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，那才叫一个爽。嘿，吃，对，来，你也吃。该喝药了。该喝药了。喝药，每天都是喝药。我现在连打嗝都是一股药味。最后一剂。你昨天也是这样说的。看来这药果真有奇效，才喝了这么几天，就有力气斗嘴了。现在你身体恢复得越来越好了，我身上也再也没有异象出现了。如此看来，你可以再也不用遭受反噬之苦了。这次来苍山，真是不虚此行啊！集市有卖刚出炉的桂花糕，特别香。你把药喝完，我带你去。不要，就一口。喝不了一口。啊，张嘴就一口，那喝半口。喝药。我自己喝。之前我生病，你也是这么照顾我的，现在换我了。来。你这药里放蜂蜜啦？没那么苦了吧？哦，对了，先前一直忙着打仗，没时间去细想。那天温泉挟持我的人，他迫切引你出现，或许跟害你失忆的主使有关。找到他，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。但这个人神出鬼没的，他要是不主动出现的话，我们也无从查起啊。我记得他的样子，可以画下来，命人去查。他既未得手，肯定不会走远。那就这么定了。你去备一下纸笔，我来画。一会儿，小河边见。
你可曾听说过武陵山啊？没听过。我是听陆欣说的，那住着一群善用药石的奇人，手段诡谲。这天下能让人产生如此变化的，或许只有他们。那如果能找到这个地方，是不是就能查到我身世的线索呀？我已经派人去打探位置了，只是还要花一点时间。能查到我身世的线索固然好，有了来处，便不像浮萍无根，也算是对自己有个交代。但即使最终一无所获也不要紧，因为比起其他身份，我更喜欢当静安。等你解甲归田，我们就找一处与世无争的地方，每天喝酒、练剑，不问世事，过一过真正太平的日子。谁说要带着你过一辈子？欧阳震在绿林中有不少好友，你把这个给他，让他去查。什么味儿？茶？去啊！茶是可以，但你这画……不句话怎么了？我这个人本就不擅长作画，能画个7、8分像已经不错了。有本事你来啊！那我试试。静安这小子倒真有一套，平日说话生气早就拔刀见血了，这会儿倒学会娇羞了。静安这个臭小子，成人年的将军，不知道到底在打什么鬼虫。这还看不清楚？人家是郎有情，妾有意，画好月圆。荒唐！将军顶天立地，见多识广，怎么会被这个鸡崽子似的小白脸轻易骗了？要我说，只有那个戴着面甲的大英雄，才能勉强配得上我们将军。选人过日子又不是挑兵打仗，还是得挑一个长得好看、嘴巴齁甜的留在身边，未来的日子才有滋有味呀。玄医课力可通天，受万人敬仰。我力气也很大。这个玄医课，哎，他人呢？哦，这玄医课每次出现都以甲遮面，说不定是个满脸麻子的丑八怪。那长得英俊的都不可靠。胡说！总之，双儿的性子我最了解。你若不服，敢不敢赌一把？若是静安赢了，你给我念30斤草药。行，若是玄医课赢了，我要王记铁匠铺里最大的那把大刀，成交。你这个画的还可以，但比起我这幅呢，并未好上许多。将军说的是，
这自古啊，画派诸多。将军的话和我的话，不过是派系不同罢了。将军的话，非常狂放。你敢讽刺我？劲儿好大！不好意思啊，我只记得玄一科武功盖世，忘了你现在手无缚鸡之力喽。我跟他真的差这么多吗？多。别走啊！我又没说错什么。咸菜好闻吗？哎，好巧啊！好闻，还好吃呢，尝尝。你们方才不是要打赌吗？我也要下注，全押进来。咱俩赢了。冲动就是容易消费啊。欧阳俊，林娘子，把此画踏下来，分发给你道上的弟兄，追查此人下落。是。记住，此人武功高深莫测，切勿硬碰硬，保密要紧。是。不仙，你这么贱，不嫌臭吗？不臭啊，我跟苍蝇都喜欢。那就好。师傅，刚收到消息，有一队人马从大瑶境内秘密出发，像是左传之派去搜寻安南王下落的。若因我身份暴露，只怕大祸临头。咱们要不要尽早动手？杀了这一伙，还会派更多的人来的。那师傅的意思是，已经到了开境边境，他们不敢闹出太大的动静，暗中盯着，一旦发现他们与谁接触，再杀。明白。师傅，那殷欧本就实力强悍，太后娘娘纵使要罚，如此手段未免太过激。下去吧。是。臣妾参见陛下。陛下可还记得，今日是臣妾的生辰？敖等呢？你到底把他怎么样了？陛下又不乖了，总提起那些不相干的人做什么？臣妾不惜己身救下陛下性命，只为跟陛下举案齐眉，共享此生。可陛下一心只惦念你的弟弟，岂不是枉费了臣妾的一片苦心？想来接下来3天，陛下是连水都不必喝了。怎么样？想起来没有？我都说了，这病没那么容易治的，再怎么急于求成，也不能违背要领呀。不行，再来！还来？真当饭吃呢？老实说吧，好端端的，怎么就等不及恢复记忆了呀？
不说我也知道。之前鹿城一战，你独闯城楼挟持李张毅，何等威风！谁知半路冒出个玄阴客，和双儿并肩作战，活生生抢了你的全部风头。这要是我也着急。我有这么小气吗？你也觉得他比我好？我怎么觉得不要紧？关键是双儿怎么觉得？你之所以来找我，不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技艺全无，怕配不上双儿吗？可万一你记起所有，发现自己只是个普通人怎么办？我宁可是个普通人，也好歹知道自己的身世。对了，双儿告诉我，我跟他提过。对了，将军告诉我，说你跟他提过什么武陵山。你还知道什么？我那都是道听途说的，那地方传的神乎其神的，谁也没见过呀。或许大概就不存在喽。哦，所以你跟我说的那些都是假的，是不是一定治好我？你都是骗我的。你可以不信任我的医术，但不能藐视我的医德。这药是我的最新研究，专治离魂症，跟你的病症虽然有些出入，但或许能派得上用场。你若够胆，不妨一试。哎呀，也不差他了，来吧。好。什么感觉？嘴巴麻麻的，嘴巴麻，心口热热的，心口热，脸上有点痒痒的，脸痒痒的。除此之外，好像没了。除此之外，你不能再有了。不行，我再感受一下。药就是需要时间才能够起效。我突然好累啊，得休息了。有事儿的话也不能叫我了。这样你去吧。静安，静安，菜都上桌了，你怎么不去吃？我不吃了，你们吃吧。你是不是哪不舒服啊？我去瞧瞧。别，我染了风寒了。你捂什么？我怕传染你。我天天把补药当饭吃，还盼着小小风寒。我看看，别，我看看。你去吃饭吧，我那么有分寸，不会亏待自己的。也好，既如此，那你好好歇歇。哎呀，我还以为怎么了？看惯了你以往清爽白净的模样，你这个样子，倒是别具一番风趣呢。本想找陆仙，尽快治好我的失忆之症，顺便问一问武陵山的事情。谁知喝了他的药，却变成了这样。这样怎么了？你这个样子颇具男子气概，我就觉得很适合你。看来你还是喜欢有男子气概的人。比如说玄一客。哎，没发烧啊，小兄弟，你不就是玄一客吗？是，也不是。哎，你不懂。
什么不懂的？来，你跟我来。来，去吃饭吧，别管我。我可以不管学艺课，却不能不管你。不就是点胡子吗？大不了我给你刮了。你给我刮？心魔的刀，吹毛利刀。救命！总说要教你功课，但一直有事情耽搁了。如今，借着游山玩水的机会，把落下的功课全都补上。既是游山玩水，为何还要上课啊？为何？你说为何？行吧。那今日就先从有用的学起。这是你画的？白云千里万里，明月前西后西。想不到你字写的这样好。或许我之前是一个粗通文理的教书先生也说不定呢。你看啊，你的字苍劲有力，颇具英雄气概。所谓字如其人，想来你必定身世不凡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应该是兵法上的二龙出水阵吧？所谓兵者诡道也，我军现在呈包抄趋势，你要小心。所谓青出于蓝胜于蓝呀，上课。还来吗？住手！这是什么弹法啊？小兄弟有所不知，我们习武之人呢，就是喜欢随心所欲。确实随心，但是呢，古琴有它自己的规则。坐好，手放到位置。首先，好，开始吧。将军神勇，魔音贯耳，兴许战场上也能击退敌人。住手！歇会儿。你要这么说，我可就不乐意了啊。我们双儿的琴音虽说算不上是高山流水、如鸣佩环，但怎么也称得上是余音绕梁一词吧？怎么就成了退敌之音了呢？哼，虎妹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再多弹一曲。不必了。看来阁下要的不止香料。曾老板直言快语，
我等有求于人，也不好再遮掩。今日前来，是想打探一人。何人？您人脉广，消息灵通，麻烦您帮我打探一个人。此人您可见过？两位虽做商贩装扮，身边之人身形体态却分明出自行伍。宁兰本是个双不管之地，今日战事刚平，禁军尚未撤出，如今需要樵改入城的，恐怕就只有姚军了。臧老板果然心思缜密啊，难怪境外诸城任何蛛丝马迹都逃不过您的眼睛，所以寻人一事就有劳您了。今日这些当作定钱，寻得线索，我保证酬劳不在3倍之下。哎呀，若是异乡，我还乐意尽心，可不想阁下如此豪气，那这要命的买卖，我倒是不敢做了。何出此言？一个年轻男子，如此年纪，这般身形，不仅身价高达万贯，还能劳动姚军将士从姚国边境一路搜至宁兰，普天之下恐怕就只有一人——安南王段敖登。臧老板既然已经猜出，便也知道此事的分量，那这忙，您到底是帮，还是不帮呢？事若不成，我收3倍财宝；可若是成了，这宁南我怕是待不下去了。到时候我便要入窑为官，以示吃税用赋。你许得了吗？一言为定。好。把这封信秘密送去潞城，一定要亲自交到黎双将军手上，务必要告诉他，他捡到的不是别人，是姚国安南王段敖登。可是您方才不是答应了那帮姚人？这是缓兵之策。先前一役，姚人入城屠我百姓，幸得雷将军信守承诺，乘风军及时赶到，这才护住了宁兰。我臧不多绝非贪财之辈，这番恩情必得相报。快去。是。师傅，臧府上下已无一活口。咱们对付不了鹰偶，自然要请个外援才是。你现在务必要让武陵山上的人知道，臧府的这些事情跟他们脱不了干系。他们人呢？我让他们先回潞城了，我跟你再去一个地方。去个地方？嗯。宁兰。上次请臧部都调查你的身世，一直没有回信，刚好宁兰离这不远，我们再去问问。
灭门？是，报关的是当地给臧府送菜的农户，他按照时间约定来送菜，却发现臧府大门紧闭，也没有人应门。臧不都和他妻子儿女连同仆人管家，全家一日3口无一幸免。是为了劫财？恐怕不是。据勘查，臧府的财物不仅没有遗失，我们还搜出了一箱带有姚国印记的珠宝。宁兰一战，多亏臧不都献图，我军才得以险胜。若真是姚国所为，必是因子怀恨在心。可那一时，他也是受我胁迫。你没有做错。要不是你有思虑在先，宁兰可能早就落入姚人之手，百姓皆为鱼肉，路程更是保全不了。事情是因我而起，我就该负责到底。臧老板，你放心，从今后，宁兰我替你守护。山主，我们接到消息，路城出现了一名悬疑客，他身负异能，一人可抵千军之力，还助长风军击退了姚国大军，真是非常人所能及。可知他的来历？无人知晓。还有，近日宁兰城发生了一起惨案，似乎也是他所为。